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枯骨性欲人间春》故事解说。小白是一只修炼100年的白骨精，长久以来，他一直被困在荒无人烟的乱葬岗中，整整100多年，无人相伴，独自孤寂度日。直到一年清明时节，一个陌生姑娘的到来，彻底打破了他日复一日的孤寂生活。这名姑娘名叫豆娘，她独自来到乱葬岗的一座坟前，跪在坟前失声痛哭，对着坟冢轻声诉说心事。她告诉坟中的故人，自己终于找到了亲生父母，等他在定远侯府彻底安定下来，就会回来为逝者重新安葬，立碑修坟，再也不让逝去的亲人受半点委屈。豆娘哭得极尽悲切，满心都是寻回亲人的欣喜与对亡父的愧疚。可她的一番深情哭诉，却找错了坟冢。一直在坟中蛰伏的小白忍不住开口出声，直白地告知豆娘，他哭错了地方。这座坟里埋葬的并不是他的父亲，而是自己。豆娘骤然听见坟中传来人声，十分震惊。他没想到这座荒坟里竟然藏着生灵，更没想到对方是鬼怪。可他即便看清了小白的存在，也没有惊慌失措，失声尖叫，胆子远超常人。小白留意到坟前摆放的贡品，直言豆娘吃了自己的贡品。豆娘坦然回应，供奉的祭品本就是工人享用的，并无不妥。就在二人短暂相处之时，侯府的下人匆匆赶来，语气刻薄又不耐烦地呵斥豆娘，指责她在此处磨蹭耽误时辰，直言他的行为会丢尽定远侯府的脸面，让他根本承担不起后果。下人还冷嘲热讽地表示，若不是侯爷需要联姻撑场面，根本不会费心将流落民间的豆娘接回侯府，劝他不要不自量力，真把自己当成尊贵的侯府小姐。看着豆娘被下人当众刁难，言语羞辱，眼眶泛红，委屈落泪。向来独来独往的小白心生不忍，他坦言自己最见不得旁人哭泣，还告诉豆娘自己不会白白吃掉他的贡品，会替他出面出气，为他撑腰。随后小白品尝起坟前的贡品，淡然点评桌上的食物，觉得肉类口感老涩，酒水味道普通，只有点心勉强能入口。同时细心叮嘱豆娘，来年清明再来探望时，记得去城东李记买烧鸡，那家的烧鸡味道最为香醇。离别之际，豆娘温柔许诺，明年清明一定会再来探望小白。二人互相告知了彼此的名字，坟中的白骨精名为小白，前来祭拜的姑娘名为豆娘。自此之后，豆娘信守承诺，年年清明都会独自来到乱葬岗陪伴小白，一人一妖，在荒凉的坟地结下了无人知晓的羁绊。第二年清明，豆娘如约而至，还特意带上了小白叮嘱的城东李记烧鸡。她依旧独自坐在坟前，神色落寞又低落，满心委屈无处诉说。她向身边唯一的倾诉对象小白抱怨，回到侯府之后，母亲的心思永远都放在养女裴瑶身上，从来不会顾及自己的感受。往后数年的清明，豆娘年年赴约，也年年带着满心的委屈前来倾诉。第4年清明，她告诉小白，侯府的兄长嫌弃她出身粗鄙，礼数欠缺，直言她不配和府中众人同席，处处排挤打压她。这样孤独又压抑的日子，豆娘整整熬了7年。7年里，她每年都会来乱葬岗，和小白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。小白也默默守护着这个温柔善良的姑娘，静静听她诉说侯府的冷暖委屈。可到了第8年清明，豆娘却迟迟没有出现。小白依旧守在坟前，从旭日初升等到夕阳西下，整日守候，最终也没能等到那个年年赴约的身影。与此同时，定远侯府中，下人们正私下议论着豆娘的遭遇，言语间满是冷漠与嘲讽。众人纷纷感慨豆娘命运坎坷，流落民间10几年，好不容易认回亲生父母，踏入侯府，却偏偏不识抬举，不知安分。有人直言，豆娘若是乖乖顺从安排，嫁给王大人做第8房小妾，便能安稳度日。可她偏偏忤逆府中尊贵的大小姐裴瑶，落得如今凄惨的下场，完全是自作自受。远在乱葬岗的小白，虽无人类鲜活的心脏，此刻却感受到了撕心裂肺的痛楚，胸口阵阵剧痛，仿佛被人硬生生剜开一般。他满心焦急与不解，记得豆娘明明许诺过会带烧鸡来看自己，始终不明白对方为何会食言失约。就在小白满心焦灼之时，豆娘虚弱的声音骤然响起，他连忙解释自己并没有忘记约定，只是被侯府的人囚禁，根本无法脱身，不得已才失约。绝境之中的豆娘看着唯一真心待自己的小白，做出了一个决绝的决定。她向小白提出互换命运，想要将自己仅剩的阳寿全部赠予小白，换取小白得以还阳人世。豆娘坦言，小白是这世间唯一真心对自己好，愿意倾听自己委屈的人。只要小白能够好好活着，世间就还有人记得自己的存在。小白看着不惜献祭性命也要成全自己的豆娘，内心万般触动。他强忍情绪告诉豆娘，自己本是无心之妖，根本流不出眼泪。他劝慰豆娘好好活下去，
自己来世只求做一户普通人家的孩子，安稳平淡度过一生，二人都能得以解脱，皆是圆满。豆娘却心意已决，坚持要帮小白完成还阳的心愿，这是她能为小白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完成命运互换后，豆娘用尽最后力气催促小白赶紧离开，彻底消散在了世间。重获肉身，得以还阳的小白，满心都是为豆娘复仇的执念。他当即质问旁人定远侯府的位置。侯府下人面对突然出现的小白，纷纷辩解二小姐豆娘的死与他们无关，劝他冤有头债有主，找准真正的仇人寻仇。小白满心悲愤，心中已然笃定，要为惨死的豆娘讨回所有公道。此时的定远侯府一片热闹喧嚣，府中上下正忙着筹备大小姐裴瑶的生辰宴。侯爷特意宴请了朝中百官赴宴，场面盛大无比，宾客们纷纷夸赞侯府的排场。听闻侯夫人特意从江南寻访来一枚珍贵的东海明珠，打算亲手制成发簪，当作生辰礼物赠与裴瑶，尽显偏爱。无人知晓，备受全家宠爱、万众追捧的侯府大小姐裴瑶，并非侯府亲生女儿，只是侯府收养了14年的养女。她与豆娘本是同日生辰，可侯府所有人都将本该属于豆娘的生辰荣光尽数给了裴瑶。每一年裴瑶都能风风光光举办盛大生辰宴，受尽众人祝福与宠爱，而真正的侯府二小姐豆娘只能独自躲在清冷的后院，吃一碗早已凉透的长寿面，默默熬过属于自己的生辰。看着眼前满堂的喜庆与偏爱，小白满心愤懑，忍不住替豆娘质问不公。裴瑶拥有无尽的宠爱与珍贵的礼物，那真正的侯府嫡女豆娘又该得到什么？就在这时，侯府众人发现了贸然闯入的小白，见他衣着朴素，气质清冷，下人当即呵斥他是乞丐，让他立刻滚开，不要冲撞了侯府的大喜之日。此刻的小白满心恨意，气场凛冽，直接放话今日之事与旁人无关，但凡有人敢上前阻拦自己，便是与自己为敌，必死无疑。厅堂之上，侯夫人正温柔宠溺地将传家之宝赠与裴瑶，直言这份珍宝只属于裴瑶，夸赞裴瑶值得世间所有美好。侯府大公子也当众告知众人，自己早已向陛下求取恩典，待裴瑶及笄之后，便为他与武殿下赐婚，成全二人的良缘。裴瑶闻言满心欢喜，连忙向母亲与兄长道谢，一派温馨和睦的假象。温馨的场面彻底刺痛了小白，他亲眼见证了豆娘14年的委屈与隐忍，看清了侯府所有人的偏心与凉薄。侯府众人见状，当即翻脸斥责小白，无端污蔑他与人私通，败坏侯府门风，指责他不知羞耻，贸然回归，搅乱生辰宴。侯夫人更是震怒，怒斥小白不懂礼数，不知悔改。假意温柔的裴瑶在一旁假意劝解，看似为小白求情，实则字字句句都在暗讽小白流落民间，粗鄙不堪，暗示他耐不住寂寞，与人苟且，怂恿小白向家人认错服软。侯府大公子更是言辞刻薄，嘲讽小白侥幸活命，直言先前的责罚太过轻巧，才让他如此不知规矩。小白看着这群虚伪凉薄的人，忍不住出言反讽，吐槽侯府众人个个心思深沉，察言察语，最擅长虚伪做作，假意善良。裴瑶被当众拆穿心思，恼羞成怒，指责小白不知好歹，动手伤人，扬言今日必须杀鸡儆猴，整治小白的戾气，维护侯府家风。小白当即冷笑回击，直言侯府真正家风不正，行事偏颇的是他们自己，是上位者偏心太过，才造就了所有悲剧，根本怪罪不到旁人身上。这番顶嘴彻底惹怒了侯爷，他怒斥小白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直言侯府好心接他归家，他却屡屡忤逆长辈，罔顾人伦，扬言要亲自清理门户，惩戒不孝的女儿。面对侯府众人的步步紧逼与多年的不公对待，小白彻底卸下所有温和，露出凛冽的恨意。他放声大笑，直言自己是前来索命的罗刹，今日定要为含冤而死的豆娘报仇雪恨。他字字铿锵的控诉，豆娘一生从未争抢分毫，始终隐忍退让，温顺乖巧。可裴瑶仅仅因为一己贪念，便步步紧逼，痛下杀手，将豆娘逼入绝境，害死性命。这般蛇蝎心肠的女子，根本不配活在世间。裴瑶被小白的气势震慑，彻底慌了心神，一改往日温柔模样，卑微跪地求饶，哭着承认自己知错，恳求小白饶他一命，许诺愿意将所有的宠爱、珍宝尽数还给豆娘，满足小白的一切要求。小白冷漠看着虚伪求饶的裴瑶，直言自己可以给他改过的机会，可当初惨死的豆娘，却没有任何人给他一线生机。说完之后，小白不再留情，亲手了结了作恶多端的裴瑶。裴瑶死后，五皇子匆匆赶到现场，看着惨死的未婚妻，当即震怒不已。裴瑶身边的人立刻颠倒黑白，哭诉是妖孽作祟，害死了善良无辜的裴瑶。
恳求五皇子为裴瑶做主。五皇子看着眼前的小白，不分青红皂白，认定是小白蓄意害人，怒斥他残害自己的未婚妻，扬言要让小白血债血偿。小白神色淡然，直言自己恩怨分明，从不滥杀无辜。随后拿出裴瑶亲手签下的认罪书，让五皇子自行查看真相。可五皇子早已被私情蒙蔽，根本不愿相信事实，执意认定是小白嫉妒裴瑶受尽宠爱，蓄意编造证据污蔑好人。小白随即告知在场众人裴瑶作恶之事，满堂宾客与他的贴身侍女皆是人证，真相一目了然。小白看着识人不清、是非不分的五皇子，直言他将蛇蝎心肠的歹人视作天真无辜的菩萨，实在是有眼无珠。这番话彻底激怒了五皇子，他仗着皇室权势，怒斥小白藐视皇权，残害皇室婚约之人，扬言要诛灭小白九族。小白闻言放声大笑，毫不在意所谓的诛九族之法。他淡然告知五皇子，按照族谱推算，自己的九族之人，尽数是定远侯府这群凉薄虚伪之人。若五皇子执意要动手，他绝不阻拦，毫无畏惧。定远侯府众人听闻此言，瞬间惊慌失措，连忙撇清关系，慌忙向五皇子求情，声称小白早已不是侯府之人，他的所作所为与定远侯府毫无关联，恳求殿下不要牵连侯府。小白冷冷看着这群趋炎附势、薄情寡义的亲人，心中替豆娘彻底心寒。这就是豆娘拼尽全力想要讨好、拼命想要亲近的家人。这看似尊贵光鲜的侯府，满是冰冷与算计，不值得豆娘分毫留恋。大仇得报的小白，心中唯一的执念落幕。他轻声告知逝去的豆娘，自己已经替他报了血海深仇，让他得以安息。平复心绪之后，小白清楚自身的处境。他虽是修炼100年的白骨精，得以借豆娘的肉身还阳，可凡人肉身寿命有限，即便有妖力加持，也无法逆转生死，长久留存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具肉身终究会褪去血肉，重归白骨，消散于世间。小白脑海中浮现出与豆娘相处的点点滴滴，想起豆娘当年誓约的愧疚，互换性命的决绝，忍不住轻声诉说，控诉豆娘当年的谎言。明明许诺年年相见，却独自离去，留他一人世间。他感念豆娘赠予自己新生，决定替豆娘好好看看这繁华人间，走完余生。在游历人间的过程中，小白见证了无数人间疾苦，遇见了无数深陷困境、受尽委屈的姑娘。他曾遇见一位成亲10年的女子，10年间任劳任怨、勤俭持家，甘愿为家庭当牛做马，最终却只因没能生下儿子，就被丈夫狠心休弃。丈夫在外纳妾养外室，背叛婚姻，所有过错却都被婆母推到女子身上，四处散播谣言，诋毁她的名声。女子走投无路，想要回归娘家，可娘家却嫌弃她被休归家，丢人现眼，执意不肯收留。绝望至极的女子彻底丧失了活下去的希望，一心求死。小白看着这位可怜的女子，满心感慨，心中唏嘘世间太多善良的姑娘，明明过错从不在于自己，可最后承受苦难、付出代价的永远都是她们。看着一心赴死的女子，小白心生不忍，暗自感慨天道不公，偏偏不让无辜之人解脱。这一刻，他也点醒了深陷绝望的女子，凭什么作恶之人安然无恙，善良之人却要承受所有苦难？他劝女子切勿轻生，只要手脚健全，便能自力更生，好好生活。在小白的开导下，女子彻底醒悟，放弃了轻生的念头，决心好好活下去。而小白也在这场救人的机缘中发现了新的玄机，原本冰冷僵硬、逐渐浮现腐斑的肉身，因为救人积攒下的功德，重新恢复了温热的触感，身上的衰败痕迹也渐渐消散。他这才知晓，积攒功德能够稳固肉身，让自己得以长久留存人间。小白忍不住自嘲，自己身为100年白骨妖，一生从未主动行善，做鬼100年，第一次挖坟竟然是挖了自己的坟，如今又靠着救人积德，逆天改命，实属荒诞。为了能够长久留存人间，不辜负豆娘的牺牲，小白开始潜心修行，积累功德。他在乱葬岗的100年时光里，曾软磨硬泡，拜师习的前朝御医老鬼的毕生医术，如今恰好派上用场。此后2个月，小白潜心行医救人，广积功德，身上所有的腐斑彻底消退，肉身不仅完全恢复康健，甚至比普通人的体魄更加鲜活强健。医术大成的小白开设医馆悬壶济世，专门救助世间穷苦受难之人。一日，一位浑身高热、身受重伤的姑娘仓皇逃入医馆，苦苦哀求小白救命。姑娘哭诉自己的父母收了60多岁王员外的50两银子，强行将她许配给对方做续弦。众人皆知王员外性情暴戾，是酒成性，常年酒后打骂妻妾。
嫁入王府的女子无一得以善终，她深知自己若是被迫成婚，终究难逃一死，只能拼死出逃。姑娘的父母很快带人追至医馆，态度蛮横，当众辱骂女儿是赔钱货，不知好歹，怒斥她竟敢私自逃婚。二人全然不顾女儿的死活于医院，直言王员外家财万贯，女儿能嫁入王府是天大的福气，执意要将女儿强行绑回送去成婚。小白看不惯这般卖女求财、罔顾儿女幸福的父母，当即出面阻拦，质问二人定下婚约之前，从未询问过女儿的心意，从未考虑过女儿婚后的安危与幸福，满心满眼只有钱财，根本不配为人父母。面对小白的质问，姑娘的父母恼羞成怒，当场叫嚣要砸毁医馆，教训小白。随行的下人也上前动手，想要驱赶小白，抢走姑娘。小白冷眼对峙这群蛮横自私之人，直言他们品行败坏，不配为人，今日便要好好教导他们何为做人底线。混乱之中，有人瞥见小白异于常人的身手，当众惊呼医馆之内藏有妖怪，瞬间引发围观百姓的骚动。小白心中瞬间一紧，生怕自己的妖怪身份暴露，会引来百姓的厌弃与驱赶，害怕自己多年行善的口碑尽数崩塌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围观的百姓非但没有畏惧逃离，反而纷纷出面维护他。百姓们纷纷坦言，众人早已察觉小白并非寻常凡人，他力气惊人，能徒手扛起几百斤的药柜，还能连日不休为病人熬药治病，这般能力绝非普通人所能拥有。百姓们纷纷细数小白的善举，有人感念小白连夜施针，将自家濒临夭折的孙儿从鬼门关救下；有人铭记小白心善仁厚，从不计较诊金，专门免费为穷苦百姓治病救人；还有人靠着小白的资助，得以摆摊谋生，安稳度日。众人纷纷表态，小白虽是妖，却心怀善意，济世救人，远比那些丧尽天良、自私自利的普通人更加善良正直。百姓们纷纷怒斥姑娘父母卖女求财，泯灭人性，将这对自私的夫妇赶出街巷，坚定守护在小白身前，告诉小白有众人撑腰，无人可以欺负他。这一刻，小白彻底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与善意。原来世间并非只有侯府那般的冰冷凉薄，寻常市井之中藏着最纯粹的温柔与正义。自此之后，小白的善名广为流传，前来医馆求医问药的百姓络绎不绝。小白始终坚守本心，对待贫苦百姓分文不取，尽心尽力医治每一位病患。一日，一位公子前来问诊，小白搭脉之后，凭借精湛的医术，准确诊出对方是喜脉，温柔叮嘱对方安心休养，静待产期。精准的医术让众人更加信服，小白的医者名声愈发响亮。可安稳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，五皇子始终记恨小白斩杀裴瑶，顶撞自己的仇怨，特意派遣猎妖师赤霞前来捉拿小白。赤霞奉命来到医馆，当众揭穿小白的妖怪身份，直言自己奉五皇子之命前来除妖，势必要将小白彻底诛杀，形神俱灭。小白坦然质问赤霞，自己修行100年，从未残害过一个无辜之人，常年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，积攒无数功德，为何对方不分青红皂白，执意要斩杀自己？他直言赤霞身为猎妖师，不思分辨善恶，匡扶正义，反而甘愿成为权贵爪牙，肆意伤害善良生灵。这般行径，比妖更为可怖。赤霞不为所动，固执认为妖性本恶，今日不害人，来日必定作恶，指责小白混迹市井，收买人心，必然藏有不可告人的阴谋，执意要出手除妖。危急关头，受过小白恩惠的百姓们纷纷挺身而出，挡在小白身前，誓死护住心怀善意的白大夫。赤霞看着一众护着妖怪的百姓，满心不解，当众质问众人：明知小白是妖，为何还要执意维护？百姓们再次细数小白的种种善举，字字句句都是真心感念，直言小白从未害人，一心向善，是救济众生的活菩萨，远比仗势欺人的猎妖师更加正直善良。众人怒斥赤霞仗势欺人，是非不分，联手将赤霞赶出了街巷。经此一事，小白更加坚定了行善积德的初心。往后数年，他潜心行医，不断扩建医馆，对于无钱治病的穷苦百姓，一律免除诊金药费；对于无家可归、生活困顿之人，他悉心教导医术，为他们谋得安身立命的本事。日积月累之下，小白积攒的功德愈发深厚，一身妖性也渐渐被善意与功德净化。天道神明有感于小白功德深厚，一心向善，特意现身询问他的心愿，许诺可以满足他一个所求。小白毫不犹豫，倾尽自身所有功德，只求为豆娘换取一个圆满来生。他不求豆娘来世大富大贵，身居高位，只盼他来世生于寻常人家，得父母疼爱，平安顺遂，一生远离欺凌与苦难，
安稳度过此生。神明见状告知小白，他的功德已然足够深厚，可唯独无法成全这份心愿，并非功德不足，而是豆娘离世之后，本该步入轮回，转世重生，却因感念小白的恩情，执念太深，强行留住一缕残魂滞留人间，不肯投胎转世，执意要等候小白与他再续缘分。小白听闻此言，满心酸涩与感动，忍不住轻声埋怨豆娘太过傻气，明明是豆娘献祭性命，赠与他新生，给了他重活人间的机会，到头来却还执着于恩情，不肯离去。神明告知小白，缘分早已注定，时机成熟之时，二人自会重逢，无需强求。时光流转，小白依旧守着医馆，行善度日。后来他机缘巧合之下收养了一个婴孩，为孩子取名豆娘，以此寄托思念。他学着做一个母亲，倾尽所有温柔呵护孩子长大。旁人看着温柔慈爱、悉心育儿的小白，纷纷尊称她为白夫人。豆娘幼时格外爱哭，小白便整夜抱着孩子在院中踱步安抚。孩子初学走路不慎摔跤，会紧紧抱住他的腿撒娇依赖。孩子第一次开口唤他娘亲的那一刻，小白满心欢喜，心绪激荡，一时失神，险些烧毁厨房。他从未做过母亲，不懂育儿之道，却始终倾尽所有，把最好的一切都留给孩子。又一年生辰到来，年幼的小豆娘格外懂事，熬夜帮人抄书积攒铜板，特意去城东李记买了小白最爱的烧鸡，当作生辰礼物送给他。小白看着懂事贴心的孩子，瞬间红了眼眶，满心都是欣慰与感动。小豆娘见他落泪，连忙慌乱询问是不是烧鸡不合口味，还执意要去商铺更换新鲜的烧鸡。小白连忙安抚孩子，坦言是太过欢喜才落泪，这份礼物无比珍贵。岁月悠悠，小白陪着小豆娘安稳度日，市井街坊的众人也一同细心呵护着这个孩子，整条街巷的温暖滋养着小豆娘平安长大。而小白始终守着初心，行医济世，温柔向善，在平凡的人间守着思念与温柔，静待那场命中注定的重逢，圆满他与豆娘跨越生死、贯穿轮回的深厚羁绊。